哦，一直粘网，很阿杂。对，这个油，我跟你讲，柳叶鱼会，其实有一个方式很简单。柳叶鱼你买回来这样，对不对？你要先做处理，你要先喷盐水，然后把它放旁边，然后让它皮干了，然后再去烤就不会粘了。对，盐会让它有一点熟化，所以它外面的皮会紧绷。对，因为它最难烤就是它现在软软的，也会有点黏膜。对，然后那个的话，你如果说用盐水把它喷一喷，然后把它稍微放一下，像网子一样上下，然后可以冷的时候，然后有点干干的，那时候完全不会粘。对，它也会。那我先用下巴好了，这个是下巴哦。下巴要烤之前，鱼要烤之前一定先撒盐。也是因为刚刚那样吗？盐第一个是它可以让它比较不粘网，另外一个是它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是撒了盐之后，它稍微放一下下，让它有一点外面的肉会比较皮会比较扎实一点，然后尽可能是温度高的时候下去，然后转成小火。那这个是因为可以用这个，那碳的话没有，碳是从头到尾就是不能，它就是只能用小火。好，它现在有点温度，我把它放过来。然后把它放上。对，先烤皮的这一面。烤皮的这边有个好处是，它比较不会粘，然后它会有硬度，因为鱼的话一放上去一拿起来马上就破了。那你在烤的过程中，鱼那个皮也会带点油脂，网子上面有油脂的话比较不会粘。如果网子上面完全没有油脂，那就很容易粘。对，然后再来就是烤的时候给它点时间，不要急，不要急着翻，因为你要烤到它的皮有一点脆皮的。它其实慢慢自己就会脱网，你稍微拨，哪怕有一点粘，你用夹子跟汤匙稍微拨一下，这边拨一拨，它就不会受伤。可是食材的温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烤的这个啊？当然，好比说我们常这样说，你在煎牛排或是烤牛排的时候，尽可能都是让它解冻到常温。那海鲜呢？因为有时候会担心说海鲜放到常温，不要动就好了，不要动起来的状态就好了。对。鱼最难烤啦，说真的。然后鱼在烤的时候，跟煎鱼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移来移去，对不对？你可以从旁边这边先观察，它旁边这边如果说开始有一点变色了，就代表说，它下面跟周边已经都有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拿起来应该是不太会粘。真的。对，它已经差不多熟了，就是皮的部分了，对。但是你希望是它烤的，有点恰恰，对，好，现在就准备要翻面。哇，但是你看可以鱼油啦，很漂亮哎。你可以摸它这边都已经是硬的了，嗯，这边都硬硬的，所以这边的皮现在就不会粘了，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水，有时候你会烤的时候，它会你有点焦。好比说这边，现在这边跟刚刚比起来，这边是有点焦，所以你待会就可以在这边喷水，把这边的温度降下来。然后翻面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烧焦。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焦，因为它温度降下来，那这边温度还是在，所以这边的温度就降下来，所以烤的时候就可以烤的程度差不多。然后这个是 Lesson One， 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是我去日本后来让我无意间发现的，就在这里面调味。盐巴是一个，柠檬它是最后用，但我说的那个诀窍是什么？它在里面，它放什么吗？猜对的话，这个赏他吃。不是，我跟他讲，你会叹为观止，那是我无意间发现的，蛤蟆的水。哦。所以它撒上去，它的甜度就很高，好吃啊，很厉害哦。你一般就是买那种小的蛤蟆，也没很便宜那个。然后就熬吧，一直煮到它就开肉，你也不要了。那个拿来喷，你想想看它多香。但那个牛肉还好，鸡肉最明显。对，这边现在都啪都有油了，所以是不是这边还没有烤到？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是用这个，你可以一直控制，还可以移来移去。所以你在外面烤肉的时候，你没办法，这个可以喷炭，高温的时候喷炭，然后它炭的话就会降温一点点。对。有没有？刚刚是不是有生命迹象把它爆解起来，代表它受热已经受到上面去。然后这边的话，它比较容易粘，
所以要稍微控制一下。那你就比如说稍微拿这个慢慢弄就不急。真的不好看。就是很有耐心啊。对，要有耐心啦。在这边。对吧？现在这个就是像这个要赶快移开。当它在冒黑烟的时候，要赶快移开，因为你如果没有移开，烤出来就黑色的。对，熏黑的嘛。对。那现在看，其实这边都熟了，但这边你可以看这边都还没有熟，所以现在是专攻这边。但每年中秋，说真的，大家都很期待烤肉，而且以前大家约我一开始都不要，因为我觉得都我在烤。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的店长跟我说：“那你来啊，你可以不烤啊。”对啊，讲真的，你可不可以就是眼睁睁？没有啊，然后我就这样看，然后我就这样，我说要翻喽，这样，要翻喽，然后没多久，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那边烤了，然后我就想，我的店长来，他坐在那边喝啤酒这样，我都是被他骗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一方面把这个部分烤熟，对，然后也要让皮有点脆，对，刚刚是已经有点硬，还没有到脆，那这些都是要用慢滚。好，那你有时候要测试它到底，因为刚刚其实玉米笋大家也在讲，它到底有没有熟。烤肉竹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可能你出去不会带这个，你可能会用竹签慢慢弄；另外就是像这边基本上一定熟透了啦，一定熟透。现在就怕这边里面，因为它有带骨头，下巴带骨头，所以不好熟。所以从这边进去，你要或是从你可以插进去的地方，好，这边都进不去，好，这边进去了，对吧？大概停个3秒。然后起来，然后试试看。它现在差不多是8、9分熟，因为如果说这竹签下去起来，那个温度有一点要烫不烫，其实已经好了。哦，可是如果弄起来温温的，哦，那还好，那就是稍微再等一下。啊，如果说拿起来这样是冰的，你也知道要继续往下烤。好，我现在其实我这个可以写下来。有没有？现在这个地方也好了，有没有？现在这地方也有了，对。试吃小队已经蓄势待发。好，那我来吹一下好了，好吧？我现在把火开大一点，这个香气就比较有。现在是把它的这个颜色修出来。那因为现在有网子其实是有油的，所以它是不会粘的，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现在这个是最明显的，这边啵啵啵，有没有？代表它的油脂里面都是热的。对，这不是冒，对，就你看这边有没有这个地方，代表它已经完全透了，对，你就可以吃了。どうぞ。稍不留神就过头。干贝我会用大火烤，中火啦，一样撒盐嘛。好，特别优待，给你点胡椒。干贝是不是也会粘网？也会。那可以火稍微大一点点。像现在火可以大一点点，因为干贝它就是要它要熟不熟的时候。那我刚刚放的话是这个先放，对，所以把它翻过来。啊，你第一次翻过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到底它的哪边温度高。你看这边温度是不是跟这边比起来，这边温度比较高，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移过来，把这个刚刚没有温度的放过来。如果是生食级的干贝，我觉得就是不要吃到里面是冷的就可以了。生食级的干贝的啊，如果说是你要弄烤到透，冷冻的话，你就是要烤到外面跟里面刚好，不要把水分烤掉就是了。哦，这个是最没有温度的，所以你看这边刚刚是温度比较高，你就可以把它移到这边来，把这个没有温度。烤完一颗都剩半颗，那就是温度太低。哦，它泄水。对。那我现在温度拉高了，然后外面最好是有点焦焦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干贝摸的时候，一开始你放进去起来摸，它是很软的。等到它外面有点熟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你在夹的时候，它弹性出来了，就代表它已经导热导到里面去了。好，这边明显温度比较高，所以像这个完全没有受热的，你就把它移到这边来。没有，它现在开始就是关键的，它开始水分开始往外冒了。像这颗很明显，水分一直往外冒。
就代表说它已经完全受热进去了。你如果再没有把它拿出来的话，它就丢了。那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还不够啊，火再开大。啊，接下来就你接下来这个时候就是把外面烤到它有点焦香味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没问题。这个也是。哦，对吧？这样对。它丢是多少都会丢啊，但是你就是让它尽量减少到不丢。哦，像这个就很棒，温度够。哇，可以理解。是啊，那也帮你创一个烤肉啊，我们来开一个频道，就吃烤肉。烤肉啊，可以啊，啊我那么爱烤。然后像这个你要怎么样？你要清它的话，很多人拿去刷，其实不用，你把火开大，然后它待会这边就会烧掉。好比就是烧完对不对？你拍一拍，有没有？它掉下去了。喜欢吃甜不辣的人稍微注意一下，好比说你现在稍微再弄一点水，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补救的。好比说你这边你就把它剪掉，那剪的话你从上面稍微有没有